全球灾变，末日降临，一直被隐藏的金河秘密终于被曝光。这不仅让幸存者震惊不已，各大势力更是激动万分，都想借此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实力。而此时，我却掌握了提升全民基因强度的王牌，它比金河更可怕。第二天一早，指挥部内正准备召开高层会议，而此时大家脸色却非常难看。显然，大家已经知道了论坛上的消息，尤其是宋志文研究了一整夜的金河，精神更是不佳。燕爷，情况不妙啊！现在外界都闹疯了，我们3座基地内几十万居民也是谣言满天飞，都在说金河的事情呢。是啊，现在人人都知道金河可以让人变强的事情，我昨晚还不信呢，亲自试了下才发现是真的。燕爷，护卫军的士兵真的是这么提升实力的吗？既然金河这么重要，这个秘密泄露出去，对基地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不错，现在金河兑换的价格暴涨，平时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兑换物资，今天一个都没有，真邪门了。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，显然都明白这件事对基地的影响。这么大！我看到消息是一个16岁的毛头小子曝光的，老子这就带人去灭了他。没这个必要。金河确实可以让人变强，这点我不否认，我也不否认我早就知道这个秘密，也明白这个秘密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。老李你也不用迁怒于曝光者，因为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秘密。众人对我的话很是不解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单纯吸收金河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，平均要安神经期1整天才能吸收1颗金河，吸收大约100枚金河才能完成第一次的基因进化，并且每进化一次需要的金河数量与品质都会大幅度提升，而且吸收的金河越多，体内含有的杂质和毒素就越多，从而导致人体内产生抗性，严重影响吸收效率。所以我并不建议各位直接吸取金河能量。原来是这样。那现在外面的人都在吸收金河，没人拿到我们这里来兑换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兑换的问题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短时间内外边的势力肯定会发了疯似的想要变强，但人体越强需要的食物能量就越多，他的食量胃口就会不断暴涨，金河又不能用来填饱肚子，最终他们还是要吃饭喝水，所以你们还担心他们不被我控制，不乖乖的来跟我们兑换物资吗？我的一席话让众人茅塞顿开，但宋志文仍有疑虑。燕爷，你不建议大家使用金河，难道说你掌握了更高级的变强方法吗？对呀，难道护卫军不是用金河变强的？天啊，难道金河还有其他用法？我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只是摆了摆手。朱雀便拿了一个托盘过来，托盘上放置着一管管的血红色液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基地的最高机密基因强化药液，它是用金河搭配大量的特殊原料制成的。这种基因强化药液不仅无副作用，而且提升的力量十分稳定，晋升的基因战士整体实力也更强悍。此药液制造成本并不高，1枚金河可以制造出3管，一个人每天服用一次，1个月左右就可以让人突破到1阶基因战士。现在药液就摆在你们面前，各位可以尝试一下。我去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不仅时间缩短了2-3倍，而且消耗的金河竟然减少了10倍。哈哈哈，我就知道燕爷有秘密，没想到这个秘密这么牛啊！这样一来，咱们就可以批量性的强化军队，到时候看谁比得过咱们。呵呵，各大势力还以为自己捡到宝了呢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这个药液要是曝光出去，那还不得万人哄抢啊，高价卖也多的是人抢啊。想什么呢？这种好东西怎么能卖呢？必须自己用啊，让他们羡慕去吧。大家激动之余，纷纷尝试着喝下药液，瞬间一股能量在众人身体里乱窜，能量的吸收与金河有着不一样的感觉。好神奇！这种感觉和吸收金河有点类似，可是效果却强烈了10倍不止，而且舒适感持续的时间很长，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啊！哈哈，我真是爱上了这种变强的方式，我感觉自己的旧伤都好了，亚健康状态也消失了，现在感觉身体好强大。我的天啊，我昨晚熬夜没睡，困得很，一口强化药液吞下去，整个人像是要飞升似的精神，太爽了吧！众人震惊的不断感叹着，而最震惊的还是陈建宏。我已经多年没有感觉到双脚的存在了，可是现在我竟感觉自己的双脚也暖乎乎的，就好像经络在修复，暗伤在修补，一种酥麻的感觉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陈建宏满脸不敢置信，下意识猛地一用力，竟直接站了起来。老陈，你竟然站起来了！大家看的这一幕都震惊的目瞪口呆，而陈建宏站起来2秒钟后就满头冷汗的坐了回去，可他却是满脸的激动与惊喜。有感觉，真的有感觉，我这双脚残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没感觉了的。可是服用了基因强化药液后，竟好像有股力量在修复我的伤患，太神奇了。这很正常，基因强化药液本来就是从基因着手，不断改变人体，让人变强的一种神药。只要你的双脚没断，恢复是迟早的事情。现在你不用急着站起来，免得影响恢复。是，多谢燕爷。好了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基地内部人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兑换基因强化药液，增强实力。基地外的销售渠道，朱雀筹备一下再小范围的开放吧。什么？燕爷，你疯了吧？这么好的东西，你要对外销售？是啊，这怎么可以？好东西就应该咱们自己人用呀，最多给基地居民兑换，不能让外人用呀。就是，岂能便宜了外人？这不妥吧？
我建议全力封锁这个消息，连咱们的居民都别透露。呵呵，这种东西一旦开始使用，就不再是秘密，而且我们之中还不知道隐藏了多少耳目，不可能瞒得住的。而且现在的产量是一天30万罐，未来还会增加，这么大的数量，全靠基地内部是消化不了的，并且对外销售不仅可以趁机赚到更多的金盒，又可以形成一条稳定的渠道，顺势控制各大势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一天30万罐，燕爷想把它做成一个产业，那您的定价是多少？简单，对外销售10枚金盒1管，对内销售3枚金盒1管。10枚3枚，大家快速的心算起来，1枚金盒可以生产3管，对外卖10枚金盒1管就是30倍利润，对内卖3枚就是9倍的利润。我去，这比卖粉还赚钱啊！这么高的价格，有人买吗？毕竟人家慢吞吞的吸收金盒只需100枚就能晋级，买咱的药业却需要300枚才能晋级，怕是没什么人愿意当冤大头呢。老宋，你想错了，末世之中危险重重，你是愿意花100枚金盒用3个月时间慢慢变强呢，还是愿意花300枚金盒1个月内晋级成基因战士呢？就是嘛，只要不是太穷的人，肯定都愿意花钱买基因药业的，毕竟越快变强，赚的金盒就越多，而且生命安全有保障啊。各大势力的中高层都是人精，他们会不懂这个道理吗？哪怕再贵1倍，他们也得屁颠屁颠的买。是啊，末世之中生存压力巨大，不是担心丧尸，就是担心被人吞并。你不买，肯定就担心别人买，然后比你变强速度快，一步差就步步差。时间就是生命的道理，大家都懂的。哟呵，这些家伙还挺聪明。从今天起，基地内金盒与积分的兑换比率调整一下，1枚金盒可以兑换100积分。也就是说，基地内的居民想兑换基因强化药业的，只需付出300积分即可。哪怕是中下层的居民，攒2个月的积分，也能完成第1次基因强化。装甲军团可以得到免费的药业供应，但是各项训练要翻倍增加，尽快增加自身的实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而就在我们开会之时，一股风言风语开始在基地内部蔓延。基地种植园区内，几个年轻的女工正在忙碌着。今天的工作量不大，大家忙完还可以去娱乐室玩一下。今晚我还想吃红烧鱼，想想都开心。是啊，基地的日子过得就是爽，我这几天都长胖了。以前在外边想都不敢想这样的生活，幸好季先生收留我们，不然我们在外边过得简直猪狗不如，惨得很呢。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之时，一个中年女人却嘲笑道：“你们激动个啥？一天天就知道考虑下班后吃什么，难道你们就不能有点出息吗？多关注论坛上的金盒秘密吧。”刘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金盒强化的事吗？这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女人又不用去猎杀丧尸。是啊，我们强不强化好像无所谓吧。你们真是鼠目寸光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活该一辈子只能当工人。难道你们真的愿意一辈子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吗？虽然我们是女人，可我们也要做新时代的独立女性，不能依靠男人活着。虽然现在是乱世，我们女性处于绝对的弱势，不得不依靠男人活着，但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活下去。我们必须要变强，才能翻身做主人。论坛上曝光的金盒秘密，就是我们的变强契机，你们懂吗？其他几人被他说的一阵恍惚，不太懂。我们也不想去跟丧尸拼命啊！愚昧无知，真正的勇敢的女人就该面对一切困难。如果我们能用金盒变得像超人一样，你们还会怕丧尸吗？听到此话，几人觉得有道理，顿时来了兴趣。对呀，如果真能变强的话，丧尸还算个屁啊！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许多男人才能做的事情了。是啊，要是能变厉害一点，我们也就不怕丧尸了。刘姐，你说我们怎么才能变强啊？你们想变强？唉，难了。虽然有人发现了金盒的秘密，可全市90%的金盒都在那个人手里。你们觉得他会让我们得偿所愿吗？他明明早就知道金盒可以让人变强，却故意隐瞒这个秘密，不断搜集金盒储存起来。某些人的野心呐，可是大得很呢。啊！你们还以为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呢？哼，得了吧，人家外号是季扒皮，故意收留我们，然后压榨我们的。我们一天天累得跟狗一样，就混了个3餐温饱，你们甘心吗？也不想想，我们以前可都是小资白领的高知女性，现在说好听点是工人，不好听就是农妇村姑，就这你们还心满意足感激他？脑残吧！这一番话让几个女孩面面相觑，呆愣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新兵训练场内，士兵们训练完正在休息。特么的，今天的训练量真大，累死我了。老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猛？跑完1万米比平时快很多啊！哈哈，难道你们不知道金盒可以让人变强吗？昨晚我试了一下，今天就生龙活虎的，爽啊！我去，这是真的啊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呢，回头我也要试试。哟呵，难怪老李今天这么猛，我回去也得试试。咱们要是能变得像护卫军这么强就爽了。此时大家都对金盒变强产生了兴趣，而老李却话锋一转：“你们还想跟人家护卫军比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配不配？
那可是季先生的嫡系，我们就是杂牌军，人家早就知道金河的秘密，就是不告诉我们，连咱们的军长李铁柱都瞒得死死的。你们心里还没点数吗？几人听到老李这番阴阳怪气的话，无法反驳，但还有些不服气。别这么说，烟也对咱们还是很不错的，待遇又好，配备的装备又好，比在外边混强多了。是啊，咱们就知足吧，至少每天吃饱喝足的，现在也是正规编制。这么大的秘密，燕爷瞒着也是正常的，咱们管那么多干嘛？好好训练，听命令就行。大家的表态，这让老李感觉火候还不够。对，咱们管这么多干啥？反正我们也是外人，人家是不会信任咱们的。你们还没听说吧？护卫队从57军驻地里搞到了几百辆火箭炮和导弹车，这可是大杀器啊！炮弹多得吓人。咱们李军长跑去想要一点，可人家屁都不给，说咱们这些外人就是配拿着破枪玩命。你们可真是无知又没脑子，哪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呢。此时老李一番添油加醋的抱怨，终于引得众人心生不满，情绪开始变化。看到这一幕，老李知道效果达到了。而类似的场景在整个基地内部还在不断上演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处传播负面言论，引导民心，制造基地的内部矛盾冲突。而此时指挥部内的会议还在继续，基地的各项事务让会议整整持续了半天时间。还没等会议结束，夏侯武却悄然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叠档案袋，在陈建宏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，便让陈建宏的脸色大变。早就知道这些垃圾不会老实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敢搞事，简直是找死！老陈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这里都是我绝对信任的人，不用避嫌。在得到我的授意后，陈建宏便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下。众人听后顿时怒火中烧。可恶！当初就不该放这些心怀不轨的人进来，要不是燕爷，我们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？老子这就带人去枪毙了他们！别急，这种事情都是正常的，人心复杂，各大势力想搞事情也并不稀奇。燕爷，这些人早已知晓亚当的可怕，因此做任何事都避着他，基本都是在厕所、生产地带、训练场所这些没有监控，或是只能大致监控到，但不能清楚听到说什么的地方进行的。不错，这次你们做得很好。那这件事要怎么处置？不要急着揭穿他们，任由他们发展。现在挑出来的都是小鱼小虾，真正的狠人还藏在幕后，让他们先嚣张几天。基因强化药液的事情也推迟3天发布，到时候再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明白。而此时，东江市西郊的一条公路隧道内，大量幸存者进进出出，显然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庞大的避难所。入口处，一个年轻人正带着几个人视察隧道。社长，神州避难所内3号线传来消息，各大势力在合力搞事，3号问我们是不是要出力。听到来人的汇报，年轻人顿时来了兴趣。此人名叫严科，21岁，一个超级天才。末世爆发前，不仅获得了清北大学摇班的邀请，并且还在短短几年内把家族企业发展壮大，是一个很辣角色。而末世爆发后，他果断远离市区，抢占了一处粮仓，带人占据了这条长达10几里的隧道，招兵买马，默默积蓄力量，并且给自己的势力取名叫东山社。此时他不光囤积着海量的食物，还有几十台机床在不断的生产土枪炸药。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竟隐藏着数万幸存者，甚至他还派人监视着全市的动态，等待着自己的机会。而此时面对来人的汇报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。哼，基燕这是在钓鱼呢，让3号继续潜伏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玩这些小把戏没意思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要掐准对方的命脉才行。社长英明。3天时间一晃而过，各大势力的耳目果然如我所料，不断的上蹿下跳。陈建宏也顺藤摸瓜完成任务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大量的护卫军在居民区、种植园，甚至是装甲军团内，按照名单抓捕。我的天啊，这是干嘛？护卫军怎么又来抓人了？是啊，他们犯了什么法？你们想干嘛？为什么抓我？护卫军乱抓人了！救命啊！妓院要杀人灭口了，大家救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是装甲军团的，你们凭什么乱抓人？此次抓捕再次引起居民的恐慌，但宋青青的居委会也很快做出安抚。大家不要慌，这次抓捕的是外部势力潜伏在我们基地里，私下散播谣言，诋毁季先生并挑拨居民关系的内奸。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，这次抓捕的人全都是罪有应得，此事与安分守己的普通民众无关，不会牵连到任何人。希望大家相信基地，相信季先生。宋青青的一席话，顿时让大家恍然大悟。我的天啊，还真的是！刚才被抓走的老赵，这几天竟说季先生的坏话，我说他怎么这么大胆呢？原来是内奸。小刘这段时间也是到处说风凉话，没想到他竟然是内奸，我差点还信了他。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，他们就想来捣乱，烟也不抓他们，我们都得打死他们。这些狗内奸就是想破坏我们基地，大家都别上当。谁还知道有人到处散播谣言的？快举报啊！别让这些狗东西破坏我们的基地。多谢各位支持。这段时间内奸们一直都以金河秘密为借口，不断抹黑季先生的名誉，挑拨大家的关系。可是你们并不知道，金河并没有这么简单。长期口服吸收的话，会吸入大量的杂质和毒素，这就是季先生为什么不公开金河秘密的原因。
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，具体情况已经发布在基地论坛上了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。众人诧异之余，纷纷查看手机。哈哈，原来晶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起码要3个多月时间吸收100枚，才能变成一阶基因战士呢。我丢，3个多月黄花菜都凉了，我们能不能活这么久还难说呢，没准哪天就被丧尸给啃了。就是啊，这也太长时间了吧？还是基因强化药液厉害，只需服用30管，1个月就能变成基因战士，牛啊！而且这药液安全无毒副作用，差距也太大了吧？不愧是燕爷啊！哈哈，最近某些人可是很嘚瑟呢，他们以为发现了晶核的秘密就可以狂，在燕爷面前，他们永远都是渣渣。燕爷牛逼！外人兑换基因强化药液需要10枚晶核，我们内部兑换只需3枚晶核或者300积分，这也太好了吧！季先生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从今天起要省吃俭用，努力工作，争取2个月内成为基因战士。此时论坛上这则通告令3大基地的居民们狂喜兴奋，而市内其他地方的幸存者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我去，原来季燕真的早就知道了晶核的秘密，而且还研究得这么通透。难怪他不害怕晶核的秘密曝光，原来直接吸收晶核是有弊端的，里边含有毒素和杂质。大佬就是大佬啊，不佩服都不行。东江是第一军阀的底蕴，我们比不了呢。切，谁知道是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人的？他对外卖基因强化药液，竟然比对内销售贵好几倍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，城西李松的避难所内，众人看着论坛里的信息，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。这特么的也太坑爹了吧！我还以为小松发现的大秘密有多厉害呢，谁知道人家季燕根本不在乎，而且直接吸收晶核，竟然对人体还有害处。是啊，这么坑，我们这2-3天可是吸收了不少呢，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哗众取宠，骗鬼啊！我才不信呢！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，力量也增加了不少。就是可能神州避难所故意吓唬人的，大家怕个屁啊！大家还在侥幸的议论着，李松却摇了摇头。神州避难所应该没骗人，他们拥有专业的研究团队和科研实验室，发现晶核的问题一点都不困难。难道你们没注意吗？我们提升的身体素质好像真的以每天1%的样子增长。也就是说他们是对的，我们想要进阶到基因战士的程度，就必须每个人吸纳100枚晶核左右，这可是个天大的数字啊！我们避难所几百号人，哪里有这么多存货？而且吸收这么多晶核的能量，里边肯定是存在杂质与毒素的，人家可没有骗我们。李松的一番分析，顿时让大家的热血冷了下来。小松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再吸收晶核，可是买基因强化药液更贵，咱们买不起呀。是啊，买个毛啊！兄弟们一人几枚晶核，都是平时扣搜省出来的。可不吗？一管基因强化液10枚晶核，一个人就得砸下去300枚晶核才能晋级。我们这么多人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老哥们，你们傻呀？基因强化液这玩意一看就是季燕故意放出来坑个大势力中高层的，咱们哪里买得起？不过这玩意也有好处，就是它提升力量的速度快，咱们可以集中资源，早点培养一批基因战士，到时候咱们避难所的实力必定飙升，赚晶核的速度也会加快。其他人只能先吸收晶核，这玩意虽然有杂质和毒素，可总比当普通人强啊！听到李松的一番建议，众人也表示赞同。而此时湖畔别墅区，李金磊父子俩的脸色却十分难看，不仅安插的众多耳目被一网打尽，就连晶核秘密的曝光都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，反而还曝光了晶核的弊端，这让李金磊憋屈的够呛。爸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狗日的季燕敢杀我们的人，我们就截杀他外出猎杀丧尸的小队，杀他个几百人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放屁！你他妈想害死我是吧？蠢猪！就凭你也敢动他的人，你敢动一下，第2天咱们全都得被曝尸荒野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那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这狗东西现在不仅没受晶核秘密曝光的影响，反而搞出了基因强化药剂，未来肯定赚得盆满钵满，势力更加壮大，我们还怎么跟他斗？斗你大爷呀！你是脑子有病吗？人家4大官方避难所都不敢招惹他，一个小势力敢跟人家斗，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鬼样？拜托，你在季燕面前连条狗都不如，人家看不上你的，洗洗睡吧。爸，我警告你，别再去招惹他，你惹不起的，不想死的话就聪明点。另外，马上带人去神州避难所，我不管你是求爷爷告奶奶也好，总之尽量化解与季燕的仇怨，给我多买点基因强化液，明白吗？是。李金磊气得咬牙切齿，但还是无奈的答应着。此时，我与朱雀等人正在安排基因强化药液的兑换事项。从明天开始，对外开放基因强化药液的兑换吧。就在我下达兑换基因药液命令的第2天，3大基地内部率先开始兑换。此时来兑换药液的居民已是人山人海，许多人一开始都在尝试性的兑换，但随着一管药液的入口，瞬间都震惊得目瞪口呆。我去，好强的效果！我肾虚的腰酸背痛马上得到了缓解，整个人暖洋洋的，仿佛回到了18岁啊！这算什么？我的力量好像也在增加，
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，比直接吸收晶核快好几倍呢。天啊，我们女孩子也能变强啊！我痛经的老毛病一下就好了呢，而且力气好像也大了不少。燕爷对我们太好了，我要努力工作，从今天开始省吃俭用，争取2个月内晋级基因战士。就在基地内居民们兴奋之余，对外的销售渠道也已经开启。特么的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基因强化药业有没有效果还不知道呢？你们也不怕被骗？骗个毛啊！我兄弟就住在基地里，他亲自买来试过的，效果好的吓人，一口喝下去，身体力量就提升不少，牛逼到爆！我去，这么牛，这不是比吸收晶核强大好几倍吗？要不让你兄弟给我们带点出来，我们高价购买怎么样？你想屁吃呢？这种东西是当场兑换、当场服用的，严禁外带，一旦发现就被驱逐出基地，谁会那么傻给你带？你们发现没有？这里大多数都是各大势力的中高层，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啊！特么的，凭什么3大基地内部价比对外销售便宜这么多？这不是坑人吗？虽然众人都在抱怨着，但买起基因药业时却丝毫不手软。一个个势力的中高层挥手就是几百管，甚至还有不少人买了当场试用，身体变化的效果又让其他人羡慕了一波。而就在此时，一个中年人带着几个人来到朱雀面前。朱司长，我是4大避难所的代表，我们老大让我过来问问，大规模批量采购的话，这药业能否给个友情折扣价？还没等朱雀开口，周围的人就开始吐槽了。又是4大避难所，臣为国己人，还真是狼狈为奸呐！呸！这些狗东西哪都有他们！4大避难所平时就拉帮结派的混在一起，他们除了不敢招惹我之外，其他大小势力都得看他们的脸色。此时过来是想集中全部晶核，优先抢到大批量的药业，提升实力，借此拉开与小势力的差距。而朱雀却丝毫不给面子。不好意思，价格是燕爷亲自定下来的，谁来都不可能有折扣。别啊，我们几位老大商量了一下，准备把你们基地对外销售的药业全包了。你说个价，多少给我们个折扣就好，我也好回去交代不是。全包？要不要这么霸道？4大避难所也太狂了吧！狗东西，他们是想包下这些药业，好继续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太缺德了！要真这么玩的话，以后我们大家还有好日子过吗？特么的，人家燕爷好心拿出来卖的东西，你们还想搞垄断？这算盘打的叮当响啊！姓刘的，别以为我们不认识你，赶紧滚，否则大家伙铁定跟你玩命！此时众人看出4大势力的险恶用心后，顿时狂怒起来。废什么话！我们财大气粗，一天10几万的金荷收入，你们比得了吗？你们这些只敢躲在暗处的垃圾，几百人凑来凑去才敢买几10管药业，出来丢人现眼干嘛？我们就是要全包，怎么样？不服气吗？你！众人气得满脸涨红，无奈都是100-200人的小势力，平时被欺压也是敢怒不敢言，而朱雀却依然不买账。呵呵，想全包我们的基因药业，你也配？我们基地一天出产几10万管，你包得起吗？要买就排队，不买滚蛋！几10万管！哈哈哈，吓尿了吧老刘，滚回去让你的主子洗洗睡吧。就是什么狗屁4大官方避难所，全是垃圾，敢和燕爷比财力，你们也配？想玩垄断，你们算个球啊！这玩意是燕爷的产业，你们垄断得起吗？大家兴奋地嘲笑着，中年人只好灰溜溜地回去排队。随着一天销售的结束，各项数据也已经出来了。3大基地内部一共卖出了24.5万管药业，收入73.5万金核，其中87%是用积分抵扣的。对外销售一共卖出5.4万管药业，收入54万金核。同时，对于装甲军团的免费供应也消耗了4.5万管，也就是说，今天总消耗的基因强化药业是34.5万管。不错，我们现在的产能还跟得上吗？完全跟得上。开启销售之前，我们已经储存了200多万管药业，每天的产能是30万管，预计未来销量是比不上产能的，我们的药业只会越来越多。而且，基因药业的销售也带动了物资的销售，最近吸收晶核能量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的物资销售量也涨了不少。只要装甲军团达到一阶巅峰基因战士，基地的战斗力会大大提升，看来是时候了。此时由于基因强化药业的供应，基地内部的军事基础已非常牢固，但想要立于不败之地，外部力量也不能忽视。此时李铁柱离开指挥部后，便率领几10辆装甲车和运输车驶出了基地。此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，整个车队除了李铁柱，其他全是飞瑞军。很快车队便来到一处废弃的港口，可边上停靠着几艘大船。此时陆天陆云兄妹俩正带着人守在这。哥，你看李叔来了。哈哈，李叔你真的来了，你联系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呢，到底什么事非要我带信得货的人来？你有事吩咐一声就好。不是我有事，是季先生让我给你送一批物资过来。什么？听到李铁柱的话，兄妹俩震惊的目瞪口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又会给他们送物资。虽然他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已经突破1000人，可几千人跟着他们生活，光每日消耗的物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压力很大。
季先生现在送物资过来，是雪中送炭还是？李叔，我们不能再要季先生的物资了，他已经帮我们很多了，我们无力报答啊。别废话，收下吧。季先生这回让我送来饮用水20吨，各类食物物资30吨，军火3000把，子弹200万发，还有基因强化药液3万管，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哦。我的天啊，这么多，我们无功不受禄啊！听说一管基因强化药液就得10枚金盒呢，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啊。不，李叔你放心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告诉季先生，我不会让他失望的，东西放下吧。好，你小子果然懂事。很快，李铁柱让人卸完货物便离开。此时的陆云还一脸的不敢置信。哥，你疯了吗？收下这些物资干嘛？我们还不起的。季先生没让你还，这是他在向我们宣示主权。自从上次我们收下了他的物资，就已经打上了他的烙印。这次他命人再次送物资过来，就是要我们向他效忠的。这些东西你不收也得收，收了你就是自己人，以后咱们就是神州避难所的边外势力，暗中为季先生做事。不收的话，我们就等死吧。这点道理你都没看透吗？这陆云很快便反应过来，兄妹俩都是聪明人。陆天也是个狠角色，有了靠山后，便开始疯狂的扩张势力。与此同时，市中心的丧尸也在频繁应战。我几次派人前去调查都无功而返，最终我决定亲自带队调查。很快，我们一行人乘坐的直升机便降落在市中心附近。命令直升机返程吧，这里丧尸多，不安全。其他人跟我走，我们从地铁通道进入市中心，亚当负责定位导航。由于地下要比地上丧尸密度小，因此在士兵们的交替掩护下，一行人顺利进入地铁通道。但随着众人散发的味道以及走路发出的声音，不远处便传来丧尸的咆哮声。1队突进，2队跟上，3队4队保护，5队6队断后，快速解决战斗，快！随着青龙命令的下达，一部分人将我与宋志文保护起来，另一部分迅速开火。由于此次是秘密潜入调查，所带枪械全部安装了消音器，因此没有引起太多丧尸的注意。一路扫射过去，便来到了一个站点。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3河站，这里距离市中心已经不远。老宋，你准备从哪里开始调查？丧尸的情况变化很快，亚当的监控不能做到完美无缺，你必须尽快找出线索。明白。我们先带点丧尸血肉回去，观察病毒的活性变化，然后再找一些丧尸鼠，看看它们的变化。如果能找到舔食者就更好了，可以估算出丧尸的进化程度。很好，舔食者倒是不难找，不过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在这里走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没遇到舔食者。听到青龙的话，我更加确定情况不妙，不太对劲，都小心点。此时宋志文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用手电筒观察着地上的一具丧尸尸体，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这具尸体已经死了很久，浑身上下高度腐烂，有不少的蚂蚁、昆虫在啃食，但这些蚂蚁、昆虫的个头比平时看到的大好几倍，而且个个复眼通红，像是沾染了什么毒素似的。忽然，一只巨大的蜜蜂从尸体上飞跃而起，直直的扑向。小心！我抬手一抓，快速拿出腰间的狗腿刀，快速劈出，瞬间飓风被一刀两断。多谢燕爷，燕爷你看。这些蚂蚁、昆虫吃丧尸的肉，还有计划的往一个方向运输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他们已经习惯了丧尸病毒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怕是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种生命体态，既没有像丧尸一样浑浑噩噩，还保持着一定的本能，并且还携带着丧尸病毒，甚至体魄也在不断增强。怎么会这样？很有可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操控着他们，或者他们已经是自己完成了进化的。总之，这可不是个好消息。我们未来可能会面对比丧尸鼠更可怕的物种。听到宋志文的话，我想起末世游戏中的一些恐怖生物，一时头皮发麻，但还是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必须尽快找到这次变异的源头。走，继续前进。此时众人继续往前走着，不仅没有发现舔食者，就连丧尸也很少。但丧尸鼠、昆虫、蚂蚁、蚊虫的数量却在增多，而且个个体型硕大，像是吃了激素。不对劲，不对劲啊！这里的丧尸鼠体型怎么如此庞大？这都赶上一只猫了。不对，一般的猫还没这么大，这比猫更大啊！没想到丧尸病毒对我们人类来说是致命的，对他们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却是可以促进种族进化的良药。哎，这也太讽刺了吧！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肆意妄为的惩罚？燕爷，前面的蚊虫数量越来越多，我们不好强行突破过去，再走下去的话，怕是不妥啊！看一下地图，通过平板上的地图显示，我们已经处于市区正中心。假设这一切都是丧尸母巢搞出来的鬼，那么它一定就在不远处。地下是走不过去的，这么多蚊虫蚂蚁，我们硬走过去肯定会遭到围攻。从这里上去有一栋高楼，可以看到广场的情况，派出侦察无人机前往查看。现在我们往这边。根据我的详细分析，一行人改变线路，离开地铁通道，上了地面，随后又快速的进入了一栋废弃大楼。燕爷，快看！随着宋志文的指向，不远处的广场上有一个庞大的深坑，深坑的底部有一团类似血肉的东西在蠕动，并且蠕动吞吐之间，不断有大量的舔食者、3头颅的丧尸犬、体型庞大的丧尸钻出，而深坑的底部直通地下的地铁通道，数不清的丧尸鼠、蚂蚁、
昆虫、蚊虫像是卫兵，不断的为丧尸母巢提供食物能量。舔食者、地狱犬、狂暴丧尸、爬行者，他们都是丧尸的进阶版，非常凶猛。没想到丧尸母巢竟然孕育了这么多。燕爷，要不要空运几枚高爆导弹过来，将这里夷为平地？这该死的丧尸母巢在进化，就好像有自我意识一样，控制了许多蚂蚁蚊虫集体，为它供给能量。是啊，再不收拾了它，只怕丧尸会变得越来越多，到时候情况会麻烦了。没用的，丧尸母巢非常的强大，再生能力更是强悍，只有将大量的炸药塞入它的核心部位，才有可能真的杀死它，否则一切都只是徒劳。而且，你们以为只有丧尸母巢是最可怕的吗？其中只怕已经孕育了丧尸女皇了。丧尸女皇？是的，这是一种与母巢有共生关系，而且智商更高的物种。它外表与人类没什么区别，个体实力非常可怕，甚至可以指挥全部丧尸。一旦激怒并促使它从沉睡中苏醒过来，我们怕是都会有大麻烦。一旦轰炸这里，丧尸女皇发狂之下，必定又是一场丧尸风暴。全市刚刚经历过一次，实在是遭不住第二次了。确实，第一次丧尸风暴才过去没多久，许多势力还没缓过来。如果贸然搞出这种事情，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啊！还好现在有了基因强化药液，我们与各大势力的整体实力都在上涨中，真要正面开战，也得先把全市的丧尸扫平再说。青龙，派出迷你侦察无人机抵达母巢上空，拍摄视频与照片，为我们的研究获取更多的资料。回去之后，将这里的信息透露出去，刺激一下各大势力，他们会购买更多的基因强化药液的。是，呵呵，燕爷高啊！很快，在无人机拍摄完毕之后，我们一行人便原路返回。一路上除了干掉几百只丧尸鼠，并没有其他威胁，但却有了惊人的发现。燕爷，丧尸鼠的体型在变大，而且它们体内诞生晶核的比例也在增加，以前是1/5左右，现在估计能达到1/3。也就是说，每3只丧尸鼠能诞生1枚晶核。不错，而且丧尸鼠群体正在进化，它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集体进化，重新获得了繁殖的能力。现在它们与丧尸已经没有了多少关联，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，繁殖力也大大增强。也就是说，丧尸鼠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可怕。是的，走吧，把丧尸鼠的情报也共享出去，吓一吓其他势力的人，看他们还敢不敢嫌基因强化药液贵。随后的几天，由于丧尸母巢与丧尸鼠的情报共享，全市各大势力以及散人幸存者们全都人心惶惶，并且各个势力都不约而同地加大对丧尸的清剿力度，想要尽快削弱丧尸母巢的势力。随之而来的是，基因强化药液的销售也在大大增加。半个月后，装甲军团的45000人集体突破到1阶基因战士。与此同时，一场大事件震惊全市。李铁柱装甲军团的一支连队在外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到人为伏击，100多人全部被杀。此事一出，各大势力也是目瞪口呆，谁都没想到此时竟然有人敢针对神州避难所。立刻去现场。在我带人赶到现场时，除了100多具尸体躺在地上外，外出携带的枪械子弹全部被人拿走了，并且现场还有明显的爆炸痕迹。看来此次事故是早有预谋的，他们是被人用炸药伏击了。这特么的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竟敢招惹我们神州避难所！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老子弄死他全家！燕爷，这里遍地是爆炸燃烧物，我们的人应该是在下车后遭到了敌人的袭击。初步估算，对方大概动用了1吨高爆炸药，突然间引爆，我们的人没来得及逃掉，周围还有大量的弹孔，可见敌人在引爆炸药后还冲过来补枪。对方人数不少，杀人后连车都没开走，只是带走了枪支弹药，可能是为了抢东西而来的。呵呵。与此同时，此次事件也在基地论坛上被刷屏。很快，我勘察完现场便返回基地，针对此次事件召开了会议。看来是有人想试试咱们的成色呀。好，不怕威，有些人就当我们是病猫啊！找出这人，灭了他！查，必须一查到底，查出是谁干的，必须灭他满门。先别激动，朱雀，介绍一下情况吧。这次出事的是3基地3团2营的4连，连长名叫郭鹏。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该地区修复监测设备，以及提取科研实验室所需的常规环境素材。早上8点15分出发的，8点54分抵达目的地，结果遭到伏击。由于现场的监测设备全部遭到破坏，对方又动用了信号屏蔽器，导致球员信号没有发出，并且事发后，他们身上的单兵摄像头也被人拿走，因此我们拿不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和线索。目前从现场提取到的线索大概推断，他们是在刚下车就遭到了爆炸袭击，以至于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炸飞了，并且敌人的数量大概在200人左右。周围有大量的轻重机枪弹壳，可见爆炸后，郭鹏等人还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火。这些敌人速度极快，训练有素，看起来并不是一般人，而且其中还有基因战士出手。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是冲着神州避难所而来。先是破坏监测设备，引人去修，然后在该地区布置炸药袭击，最后正面突击，迅速解决战斗。从头到尾，只怕都没持续几分钟，干脆利落，干完就走。他们没抢走装甲运兵车，只带走了装备弹药，显然不是为财而来的，
只是为了杀人。听到陈建宏的分析，众人震惊不已，因为凭我的实力，整个东江市也没人敢主动向我发起挑战的。而这次事件却只是为了杀人，确实令人意想不到。这是在向我示威啊！我不管对方的目的如何，也不管他们到底是不是想挑衅谁，我只想知道到底是谁干的。我们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问题是现在查不到任何线索，亚当在该地区附近没有监测到任何车辆经过，应该是走下水道或者其他小路潜伏过来的。我们天网情报中心也在暗中查访，可是目前还没查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倒是有几个猜测。哦，说说看。我们神州避难所兵强马壮，物资充沛，一般人根本就不敢招惹我们。可是这次偏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因此我们需要深究事情背后的原因。我思来想去，只想到4个可能性。快说说看。大概有4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，寻仇。我们的人可能在最近得罪了某些人，或者在对外作战中造成了某些人的死伤，然后激怒了对方的亲朋好友，于是故意制造了这起报复事件。又或者郭鹏这支小队里有谁得罪过什么人，因此对方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解决他们。这个分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装甲军团每天有大量的对外作战任务，万一有人手脚不干净或者行事比较豪横，在外边跟人起了冲突，杀了人也是正常。当然，我们正在彻查最近一段时间基地对外作战的任务日志，同时彻查陈鹏等人的过往历史。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，暂时还没发现端倪，这个可能性大概是10%左右。不错，你继续说。第二个可能，地位。现在伴随着海平面的上涨，其他沿海城市有不少被淹没，因此沿海各地的势力与丧尸正在往内陆迁徙，并且东南方向已经发现了众多外来势力的痕迹。他们暂时没有与本市势力发生冲突的想法，但是保不准里面就有几只过江龙，豪横的想拿我们来立威。外来势力不知道我们的底细，想要在这站稳脚跟，8成会想杀人立威，搞点事情出来也不稀奇。而且若是遇到一伙亡命徒，缺少装备，盯上我们外出的军团也不奇怪。现在的局势复杂，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。第3嘛。此时陈建宏的目光看向了李铁柱，这件事也有可能是自己人干的。众人闻言顿时大惊失色，李铁柱更是勃然大怒。什么？老陈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是我干的吧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从案发开始，基地内部突然传出了许多风言风语，这些谣言纷纷指向你。对，装甲军团45000人的编制，全部一水的基因战士，实力堪称豪华，再配上各类的枪械装备，你的野心有可能已经膨胀，甚至不甘心屈居于燕爷麾下，并且你怨恨燕爷不把好武器配备给你，你不服气，想要自立门户。而陈鹏曾经与你发生过冲突，对你统治装甲军团产生了阻碍，于是你开始杀鸡儆猴。众人听到陈建宏的分析，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就连李铁柱也是满脸的懵逼。好有道理的理由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不对，我去，放屁，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。燕爷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老李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燕爷，你别信他，这家伙是在胡说八道啊！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对你的忠心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你让我往东，我不敢往西；让我死，我绝不皱眉。你可不能被人蛊惑啊！面对李铁柱的辩解，众人满脸疑惑。急什么？没听老陈说是风言风语吗？这是有人在故意散布消息吧？不错，确实有人在故意散布消息，挑拨离间。虽然伎俩有些低级，可是却非常的有用，不少人还真的信了。若是遇到疑心病比较重的老大，非得先灭了老李不可。我尼玛！呵呵，看来上回抓的老鼠没抓干净啊。是的，这个人非常不简单，散布谣言的手段也很高超。目前我们还没抓到他的痕迹，他应该是潜伏在装甲军团中高层的一名军官。什么？狗日的！以为我知道是谁？要是知道，老子第一个捏死他！老李坐下，稍安勿躁。坐在这里的都是咱们基地的高层，也都是自己人，我不会怀疑你们中任何一个人，尤其是你老李。多谢燕爷信任。老陈你继续。第4个可能就是某个大势力野心勃勃，想要搞事情，掀起我们与其他人的内耗，然后趁机壮大自己。因此布下了这个一箭3雕之计，一边激怒我们，一边引起我们内部动乱，一边将线索往其他人身上引。这个倒是有可能，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风言风语流出来？这些狗东西真是找死啊！查得出是谁吗？对方敢做这个套，必定是个精明到极点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动用自己的人，肯定会抛出一枚潜伏在其他势力的棋子，然后联系一个第3方动手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有了2道保险，我们就算追查过去，也是阻力重重，根本不可能拿捏住他。而且稍有不慎，我们就会被他当刀使，然后被他搞得团团转，白白消耗我们的实力，最后被他趁虚而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只怕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啊！好家伙，一件小事竟隐藏着如此多的圈套。就在我跟基地高层分析爆炸伏击事件时，其他势力也不敢闲着。此时4大势力正聚在一起商讨爆炸伏击事件。既然不是我们干的，那就是有人想嫁祸给我们。现如今东江市出了忌言，
就是我们4个最霸道，很可能是有人想引起我们与季燕的争斗，接下来肯定会有麻烦的。确实，一旦有人故意往我们身上引，我们很可能真的要跟他斗起来。季燕手底下的护卫军深不可测，装甲军团的45000人也全是基因战士，而且武器精良，真要打起来，我们4家合力都未必遭得住啊！我们必须找他谈谈，能不打尽量别打。妈的，要是让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，老子非宰了他不可！4人都是老狐狸，很快便看出其中的奥秘，同时也察觉到这件事带来的危机。与此同时，东林商会李东林父子俩也怕此事祸及自身下的不轻。王八蛋，说神州避难所的人是不是你杀的？爸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你觉得我能杀得了100多个基因战士吗？你也太高看我了吧！特么的，你还不老实是吧？上次你是不是在我面前说过要派人去伏击季燕外出作战的队伍？你才说没多久，他的人就被伏击了，你还敢说不是你干的？爸，你疯了吧？我就是抱怨一下，你真看得起我啊？100多个基因强者，随时就能灭了我们。你觉得咱们东林商会有这实力伏击人家吗？如果真的是我做的，这么大动静你又不瞎，能看不见吗？真的不是你？哎，不是你就好，我是真的怕你这个小子不知死活再去招惹季燕，他可是个疯子，咱们招惹不起的。我当然明白，一旦惹怒季燕，他必定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牵扯到我们。但愿不会。此时全是各大势力，心底都是忐忑不安，心惊胆战，生怕这件事牵连到自己而遭到灭门。指挥部内会议还没有结束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们会尽快找出更多的线索，锁定对方。这么分析一下，事情就明朗了许多。但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该干嘛？难道什么都不做，一直等着慢慢查吗？不，我们开战！开战！燕爷打谁？你说打谁？我立马带人杀过去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难道燕爷猜到是谁干的了吗？没有，既然对方想要引起我们与各大势力开战，消耗我们的实力，那就如他所愿，让他知道我们的本事。藏得再好的狐狸，也有露出尾巴的一天。后期他肯定还会放出线索，想要牵着我们鼻子走的。我们要一块打快，他布置他的，我们玩我们的，打乱他的节奏，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燕爷是不是想借机发怒，出兵灭了几个大势力？不错，现在东江市鱼龙混杂，老虎不发威，他们还以为我是病猫呢。趁此机会强势出兵，先灭掉几个势力。不管是谁干的，我只要一个趁机发火的借口，不仅可以敲山震虎，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影响力。并且现在基地内人心惶惶，军中震怒，必须要发泄发泄。确实是这么个道理，一直慢慢查是不可能的，别人还以为咱们怕了不敢报复呢。并且到时候会有更多的风言风语，对基地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，还不如趁机发飙，找几个倒霉蛋发泄发泄。那燕爷，你想打谁？岩浆船帮。听到此话，众人有些诧异。亚当，介绍一下岩浆船帮。岩浆船帮是河道上大小帮派的总称，目前全市一共有30-40个大小势力，最大的4个势力分别是陆天、徐老六、陈英东、李卫民4人，其中最近新崛起的陆天最为凶狠，接连吞并了10几个小势力，引起了其他3人的不满。燕爷，您的意思是要对4大船帮动手？不，陆天是我的人，这次只灭其他3家。但当大家得知陆天是我的人时，众人明显感觉不可思议。这个强大又神秘的男人，底蕴到底有多深厚？而此时，唯一知情者的李铁柱自告奋勇：“老大，这次的战事就交给我们吧，请各位放心，我定然会打垮他们3大船帮，保证让燕爷的外围势力横扫沿江大小船帮，统一江面上的势力。”可以。那这次的示威作战就由装甲军团完成。今夜12点过后，陆天会将3大势力引到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你们发起攻击。收到。这次出动务必将敌人一次打垮，不投降的全部杀掉，3大势力高层一个不留全干掉。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字：狠。狠狠的打，给我打出我们基地的威风，狠狠的震慑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神州避难所不是好惹的。是，老大放心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，我提头来见。好，这次作战护卫军炮兵团负责火力支援，必要时可以调动武装直升机，亚当负责技术支持，朱雀负责后勤支援，天网情报中心负责这次的敌情监控，还有这次被伏击的连队调查事件也不能停止，必须给我查出真凶。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人白死，也不能让算计我们的人逍遥法外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深夜，一艘大型游艇上，陆天兄妹俩看着地图，不停地观察着周边。怎么样，徐老六他们3个有反应吗？有，我们在炸掉他们的几艘小船后，徐老六3人狂怒不止，现在正在率领人马从上下游一起围堵过来，估计是想给我们点颜色瞧瞧。哼，就凭他们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聚在一起了。要是在河道里乱窜，速度那么快，一般人还真的追不上他们。接下来就等装甲军团出手了，必定能一次灭掉他们。要想一次灭掉这3大船帮，必须要找一个地势狭窄，让他们避无可避的地方。没错，东江大桥附近有一个河流分岔口，让我们的人在抵达那里后，马上钻入其中的一条水道，再摆出战斗阵型，阻击敌人。是， 3大船帮为了报复我们，
必定会聚集在东江大桥下面的宽阔水域，对我们发起猛烈攻势。到时候，李叔的人马把大桥周围几里的水域封堵起来，来个瓮中捉鳖，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太好了！快快快，船队加速，尽快抵达预定位置。很快，陆天的船队便沿着河道向一个方向驶去，而距离他们不远处，徐老六等人的船队也快速的朝他们追去。此时的徐老六正在发泄着怒火。尼玛的陆天，敢招惹老子！这次老子不把你的屎打出来，就算你拉得干净。老大，情况不太对啊！陆天这个小子发疯了吗？竟然敢主动招惹我们，就算招惹也不该打了就跑啊！他们分明是想引我们去什么地方啊？是啊，听说陈英东、李卫民两伙人也被招惹了，现在正在发疯似的追杀他呢，不太对劲啊。陆天确实没必要一下招惹这么多人。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？地图拿来。很快几人便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与此同时，几人也是满脸的诧异，因为此时的三大势力已经对陆天形成了包围。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有什么阴谋？老大，要不要停下？是啊，不太对劲啊。就在徐老六犹豫不决时，手下突然接到电话，瞬间脸上露出兴奋之色。哈哈，老大有消息了，不是陆天故意挑衅我们，而是他手下有一波人故意搞事情，想要坑他。据说这伙人以前是李松的手下，被陆天打垮后收编的。由于他们不服气，就故意搞事情，以陆天的名义招惹我们。现在陆天正在不要命的到处乱窜呢。尼玛，竟然是这么回事！我说陆天怎么有胆子招惹我们呢？原来是有人想借刀杀人啊！哈哈，不管是谁想借刀杀人，今夜咱们就捅了这个家伙再说。以前我就说过的，陆天扩张太快必定会出事的，没想到一语成谶。这下不用想了，老大下令吧，追击，干死他们！好，兄弟们，加速，给我联系陈英东与李卫民，我们三大船帮合力灭了陆天。随后，徐老六等人的船队再次加速，很快便抵达东江大桥附近水域。陆天一行人顺利钻入其中一条岔道。哈哈，这些狗日的没地逃了！兄弟们，给我开火，灭了他们！瞬间，三大船帮迅速开火。此时，陆天也不跑了，他带着人堵在岔道口，开始疯狂反击。兄弟们，开火反击，给我挡住！就在陆天堵在岔道口开始反击时，李铁柱也率领上千辆装甲车悍入去，甚至还有炮火和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支援，一时间震惊了所有目击者。我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多装甲运兵车，这得出动多少人啊？是要执行什么大型任务吗？这哪里是执行任务，分明是要开战啊！这怕是查出了谁杀了他们的人，正要去大举报复呢。大事件啊！大家快看，还有几十架武装直升机升空了！我去！不仅目击者震惊，就连基地的论坛也被迅速引爆，甚至各大势力也是吓得毛骨悚然，生怕自己被当成替罪羊，遭到血洗。很快，李铁柱便抵达东江大桥附近，一团二团封锁两侧江面，不允许任何人逃离。三团四团做好战斗准备，现在开启敌方定位，准备炮火攻击！快快快！随着命令的下达，大量的装甲运兵车悄然接近战场，迅速封锁了河道的两边，等待开火。而此时，徐老六这边也开始有所察觉。老大，不对劲啊！你看那边好像有军队。我去，好多装甲运兵车，我们要小心了。这是神州避难所的装甲军团。尼玛，这是陆天勾结基眼想灭了我们！快撤，快！兄弟们撤了，别打了，快走，快！三大船帮瞬间慌乱，并且此时由于几百艘船只想要掉头逃离，结果却慌乱的撞在了一起，江面上顿时乱作。李铁柱见时机成熟，迅速向炮兵阵地发出开火命令。随着数枚炮弹的从天而降，大量火汁被炮弹打进江面上，瞬间变成一片火海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炮弹？尼玛，这是基眼的炮兵，跑，快跑！老大，我们好像逃不掉了。你看上面几十架直升机在上面看着呢，河道两边也被重机枪封锁了。妈的，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人啊？投降，我们投降，别打了！此时三大船帮的幸存者们看到这阵势，吓得心惊胆战，不敢再有逃离的心思，一个个跪在船上拼命哀求。而此时正准备全军总攻的李铁柱见此情形，却郁闷的想要吐血。你大爷的，要不要这么废啊？老子还没下令总攻呢，你们就全都投降了？起来啊，杀呀！你们这么多人都是猪吗？哈哈哈，军长你可别为难他们了。一轮炮击死伤过半，武装直升机和上下游的包围圈形成，他们再拼命就是找死了。这些家伙都是人精，见势不妙就立马投降的。特不得，这三大船帮太不给力了，刚开打就投降了，前后还不到5分钟呢。由于结束的过于迅速，陆天等人也还没反应过来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还没睡醒吗？这就结束了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一轮炮火外加武装直升机空袭，这谁遭得住啊？可怕！这实力，三大船帮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啊！燕爷牛逼啊！这靠山太硬核了。就在大家议论之际，陆天的船只已经靠岸。李叔厉害啊，这么快就搞定了？搞屁呀搞！这么不经打，赶紧让你的人上船收俘虏，以后这些人和船只全部都归你。
很快，陆天便将投降者押送到岸边。搞定，这些高层全部枪毙，其他船帮成员都是苦命人，以后我逐步收编就好。多谢李叔相助，请回去禀报季先生，最多1个月，我就可以统一东江市的沿江大小势力，1000多条船只，随时听候吩咐。燕爷让我告诉你，以后缺什么直接开口。虽然你不是基地内的直属武装势力，可是却也算是自己人，以后自由发展壮大，要什么物资武器的直接找我，我能帮你安排。多谢李叔，多谢燕爷。该死，陆天你这个畜生，你和季燕联手坑害我们，你不得好死！六爷，话不能说这么难听，什么叫联手坑害呢？你们派兵杀了燕爷的人，我这是奉命反击，懂吗？放屁！老子什么时候伏击季燕的人了？那不是我干的，也不是我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不要冤枉人！哼，你们2个蠢货还看不出来吗？陆天早早就投靠了季燕，现在找个借口就对我们出手，顺势扫平整个沿江大小势力呢。不管是不是我们干的，他们都要栽赃到我们头上。我去，这算什么？无妄之灾吗？没办法，这世道就是这样的，拳头大就是天理。燕爷拳头大，他要打谁就打谁，你们挡了我们的路了，懂吗？好了，别废话了，送各位上路吧。不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愿意投靠燕爷。陆天，我们以后听你的，唯你马首是瞻怎么样？此时徐老六等人拼命的哀求着，而李卫民却目露金光。我知道是谁伏击了燕爷的车队，饶我一命怎么样？听到此话，李铁柱立马来了兴趣。那你说说到底是谁干的？说得好的话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真的吗？不过最好别想撒谎骗我，如果让我知道你为了活下去而故意说谎，那我保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老李，不会是你干的吧？放屁，老子才没这么蠢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。前天陆寨坤叔的心腹大头过来找我借了2艘船，说是要运点什么货。我当时不想借，可他出的价比较高，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就借给了他。不过我当时也留了个心眼，特地派人盯着他，发现他把船开到了东江河下游，接上了一伙人，然后把人送到了武道湾。武道湾那里可是距离装甲军团被伏击的地方不太远。难怪监测设备没拍到他们的踪迹，原来这些狗东西是走水路过来的。那伙人是谁？难道也是坤叔的人？不是，据说他们大概有100-200人，全都是年轻人，看起来有点像沿海过来的外地人。哦，能找到他们吗？能。那个狗日的大头到现在还没把船还给我，船上我们都有卫星定位的，可以找到他们。好。随后李铁柱便把这个情况向我做了汇报，众人显然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意外收获。燕爷，看来陈建宏的分析是对的，有人暗中操控棋子，联系了外来的亡命徒，伏击了我们的人马。现在这伙人还没走远，估计想追的话并不困难。我想带人过去找找这波人的踪迹，不管幕后黑手能不能找出来，至少能把这伙亡命徒灭掉，也算是给死去的兄弟有个交代。去吧，从他们口中捞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的，全部宰了，一个不留。尸体掉在东南郊区示众，我倒要看看还有哪个亡命徒敢来这里撒野。明白，各团立刻跟我走。陆天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李叔。就在李铁柱带着人马离开后，陆天随即掏出手枪，直接给了徐老六等人一个痛快。哥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带人收拾残局，3大船帮的船和人都需要时间去接收。你带上10条快船，带些人马跟上李叔去帮忙。燕爷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，绝不能让这些人从河道跑了。是。与此同时，一座残破的大楼内，几百名彪悍的男人正聚在一起吃喝。这些人都是沿海过来的，顶头之人名叫万南天，曾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。末世爆发后，他收拢了大量的亡命徒和囚犯，手里有上百条枪。本来小日子还不错，但随着沿海城市陆续的淹没，只能被迫迁往内陆。他们一路四处流窜，每日填饱肚子都非常困难。但来到东江市后，竟有人联系上了他们，不仅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，还给他们配上许多军火炸药。所以伏击我连队一事就是他干的，因为有人提供了让他难以拒绝的好。可惜啊，今天那10多辆装甲运兵车没办法弄回来。如果弄回来的话，咱们手头上已算有了几件像样的硬家伙。老大，小心点好。听说这个神州避难所可是东江市最大的军阀势力，手底下几万条枪呢。咱们带走装甲车的话，怕是不好处理。怕个毛啊！去他的！什么狗屁第一军阀，老子迟早收拾他们，让这帮土鳖知道谁才是真的爷！哈哈，南哥说的对，这些狗东西算个屁啊！就是这么牛逼，还不是被我们干死了？一通炸药过去，死伤大半，我们还没处理呢，他们就倒下了。东江市的人就这点水平，简直就是垃圾！李铁柱在得到我的允许后，迅速带人前去追击。而此时万南天一行人在吃饱喝足后，便靠在火堆旁席地而睡了。只有外面守夜巡逻的警还在谈笑风生。这该死的地方冷得很，得跟老大说说，改天咱们也抢个避难所住住。就是，现在我们有枪有炮，缺什么就抢呗，再搞点女人过来乐呵乐呵，哈哈，想想就美。都他妈安静点！我们刚刚做了一票，据说得罪了东江市最大的势力，都给我小心着点，有不对劲赶紧撤。
怕什么？真被人盯上，我们也不怂。此时他们还没注意到，周围已经被李铁柱的大军包围了。你可以滚了。老李，怎么打？能怎么打？直接干！各部准备，锁定对方位置，直接炮火攻击。等等，不能直接炮火攻击，一下炸死他们，太便宜这些狗东西了。我们要慢慢玩死他们。燕爷可是说了要调师示众的。有道理。改变战略，包围这栋大楼，方圆几百米不允许走掉一只老鼠。狙击手占据制高点，自毁无人机进行大规模轰炸，然后一团进攻，杀进去，一个不留。明白。随后，几百架自毁无人机快速的扑向大楼。什么东西？我去，小心！守夜巡逻的人很快发现了不对劲，但还没开枪，无人机便在靠近大楼后开启自爆火，瞬间将他们炸飞出去，整栋大楼也迅速变成了一片火海。尼玛，有人搞袭击，都快起来！小心，有敌人，快躲起来反击！大楼内的亡命徒们虽然吓得魂飞魄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各种躲闪动作迅速，显然受过专业的训练。此时有几人往前走着，准备看一下外面的情况，结果却遭到狙击手的爆头。小心，有狙击手！狗日的，肯定是那个什么神州避难所过来寻仇来了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，给我灭了他们！特么的，吓唬谁呢？干他们！兄弟们，开火，给我打！很快，亡命徒们一阵乱枪扫射，与李铁志展开了交火。老大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怕什么？我们手里几百条枪，再怎么样也能守住吧？万南天话刚说完，便有上百名装甲军士兵顶着防弹盾牌就冲过来，并且他们连步枪都懒得拿，手里只拿了把手枪，密集的子弹打在盾牌上，丝毫伤不了他们。我去，这些是什么鬼东西？还是人吗？快丢手雷，挡住他们！随着十几发手雷丢出去，巨大的冲击波在盾牌前爆开，而基因战士们却没有后退一步，更没有被炸飞，继续前进。不然，他们快速的靠近大楼，盾牌一丢，风平开，精准的打到每个亡命。随后，大量的装甲军团士兵冲入大楼，开始全方位的射。挡住他们，挡住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尼玛，这些恶魔！老大，快走啊！我们挡不住了，快走！说话间，一个个都被击，耗时7、8分钟，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。报告军长，战斗已经结束，我方无伤亡，敌人全部已经消灭干净，只剩下3个敌方高层俘虏，请军长指示。尼玛，放开老子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动我们？为什么动你们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这么点人，这么垃圾的实力，也敢动我们神州避难所的人？你们也不撒泡尿，看看自己配不配？老子随便出一个连队，你们就扛不住，一个人都没受伤，就轻松灭了你们。这样的军队，我们基地还有6万人，你们玩得起吗？我去，6万人，全这么凶残，这特么的也太猛了吧！谁惹得起啊？早知道这伙人这么可怕，打死也不敢招惹。拖下去，把他们全部吊死，还有那些尸体也都拖出来，吊尸示众，给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兄弟，别杀我，我可以告诉你幕后黑手是谁，有人雇佣了我们干活。万南天等人拼命求饶，但李铁柱却懒得再听。哼，还是燕爷说的对，所谓的幕后黑手藏得那么隐蔽，又岂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？挖来挖去，最后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不是智者所为。此次我过来，只为报仇。这次的事情不算完，幕后黑手继续查找，一旦锁定，不管是谁，都得付出代价。就在基地连队遭到伏击后，我将计就计，迅速找到并消灭了凶徒万南天一族，甚至连夜将这伙人吊在郊区示众。不出意外的第2天一早，随着事件在论坛上的公布，瞬间便轰动全市。这也意味着3大船帮与万南天成了这场冲突的替罪羊。与此同时，东山社的严科也得到了消息。社长，消息已经确认，昨夜神州避难所确实出动了大军，还动用了炮兵团与武装直升机，直接灭了3大船帮和那伙外地人。同时，潜伏在坤叔身边的大头也已经不见了踪迹，很可能已经被祭宴的人带走。我们的计划非常顺利，他应该很快就会上钩了。听到事情正在向自己计划的方向发展，严科的脸色却有些难看。为了挑起争端，获得巨大的利益，他设计的计谋非常精妙。不论是找外地人动手，还是栽赃坤叔，他都是操控棋子出手的，任凭谁都插不到他的头上。因此，到现在都没人知道这场惨案的真正制造者是谁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我竟不按常理出牌，并没有按照他计划的路线走。这样一来，他的节奏立马被打乱了不少。他不会上钩的，这是个厉害的对手。派人掐断大头的上线吧，我们实力还是太弱，暂时不能被他找到，否则我们将会有灭顶之灾。社长，大头的家人还控制在我们手里，他应该是不会叛变的，而且一定会将战火引向陆寨。我们的计划还是有很大可能成功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快掐断联系？没有成功的可能了。我玩了一手驱狼吞虎，季燕看透了我的谋划，玩了一手声东击西，顺势灭了3大船帮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他不会按照我们节奏走的，哪怕大头指认陆寨坤叔为幕后黑手，季燕也不会相信，更不会再大张旗鼓的开战。他会慢慢的潜伏下来，积蓄力量，暗中查访所有的蛛丝马迹，
最终会把我们揪出来。真是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啊！幸好现在我们在暗，忌焰在明，否则的话，谁扛得住这个大军阀的怒火？哼，游戏才刚刚开始呢，第一局咱们平手，接下来你会怎么反击呢？我很期待啊！就在三大船帮的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表面看似风平浪静，但陈建宏的天网情报中心无时无刻不在调查此事。燕爷，这是您要的各大势力情报。目前全市一共有大小势力114个，其中1000人以上的47个，10000人以上的10个。据我分析，想要挑拨我们基地与其他势力争斗的，必然是10000人以上的势力，因为太小的势力在混乱之中完全无法获利。没错，如果幕后黑手的阴谋真的得逞，那么谁是既得利益者，谁就跑不掉嫌疑。因此，中小型势力基本上可以排除，他们没这个本事，也没这个能力去获取利益，并且一旦全市动荡，各大势力开始乱战，倒霉的也只会是他们。10000人以上的势力一共有10个，4大避难所可以排除，他们4个都是人精，整个东江市除了我就是他们最豪横，一旦搞事情，首先倒霉的就是他们，我肯定会追着他们打。那苏天泉所在的湖畔别墅自救会也可以排除，这些富豪聚在一起，他们自保还行，想要发展的话，有太多的限制，任何动作都瞒不过其他人。经过我跟陈建宏的一通分析排除，10个10000人以上的势力，最后还剩下3个。陈建宏向我详细介绍着这3个人的情况，前2个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什么异样，当我看向第3个人的档案时，瞬间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第3个是东山社社长严科，一个智商非常高的年轻人，但是行事作风却沉稳老练，并且非常的聪明。末世爆发后，他带人快速占领了东山高速上有10几公里长的最大隧道，这相当于直接拥有了一个天然的避难所，同时还打下了一个粮库，因此收拢了不少的人马。现在他手底下大概7万多人，军事武装足够2万多，并且还拥有各种手工机床，可以制造军械，甚至还向我们购买了大量的基因强化药业，实力相当不错。同时，他们行事作风非常低调，很少与其他势力发生冲突，一般人几乎很少知道他们的存在。为什么看到这个东山社突然涌起一种反感？这可是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才会下意识出现的感觉。这个东山社有问题，这个严苛不简单啊！一般人根本想不到高速隧道可以用来充当避难所，可他却想到了，而且占据了最大的一条。从不和其他势力过多接触，却不断的找我们购买大量物资，行事低调，却又不断的积蓄实力。是啊，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，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，他们往往能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不过我们没有证据，看来我得多派点人潜伏过去了，务必将他们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。证据其实并不重要，有时候我更相信直觉。燕爷是想灭了他们，可前2天的伏击案件已经完结，现在咱们师出无名，以咱们的体量，一举一动都会引人瞩目，莫名其妙的灭了一个大势力，肯定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惊恐。何止是惊恐，只怕会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我们吧。所以我们也就被动的，在没有证据之前，不能明目张胆的动东山社，这也是严科能够淡定自若，敢在后面搞事情的原因。要想反击，办法还不多的是，随便搞点事情就可以让他们郁闷的吐血。通知下去，明天正午我要在基地宴请各大势力掌舵人，商议组建东江市攻守联盟之事，让100人规模以上的势力准时出席。攻守联盟，最近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恶劣，丧尸母巢的威胁以及外来势力的渗透，让咱们对外的掌控力越来越弱。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以及增强对外的控制权，因此我想搞一个东江市攻守联盟，吸纳各大小势力进入其中。到时候我们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，对局势的控制力也将大幅度提升，做任何事情都会方便很多。这个想法牛啊！联盟组建之后，燕爷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盟主，同时也轻轻松松地占据了大义。以后只需一个命令就可以驱使其他势力，还可以轻松拿捏旁人。不过，组建联盟，小势力与散人幸存者们定然会一呼百应的赞同，但各大势力只怕不会赞同。毕竟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道理谁都懂。他们平日里呼风唤雨，前呼后拥，一旦加入联盟后，必定会受到您的节制。他们怕是会不服啊！呵呵，由得到他们不服气吗？你以为我灭3大船帮真的只是想帮陆天扩充势力吗？哼，我只是要拿他们来立威，明天谁他妈不给面子，就看看他们能不能承受住我的怒火。年少有为呀，走一步想3步，看来燕爷早就想到今天的布局了。通知朱雀起草一份联盟组建倡议书，最好写的声情并茂一些，然后派人送到每个势力的掌舵人手上，凡是100人以上的势力必须邀请到。同时也要把倡议书发布在基地论坛上，我们要让整个东江市的幸存者都看到。没错，再让青龙准备一下，明天的会议在 I1号基地举行，到时候你们天网要对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暗中做好审查，不允许任何人私下搞事情，务必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。
联盟之事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我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是。随后，基地论坛上公告的发布，让许多人激动的兴奋不已。与此同时，大量的请帖也送到了各个势力大佬们的手上。而此时，平田寨的曹文峰正望着送帖离去的护卫军车队发呆。一个车队上百号人，浩浩荡荡的杀过来，竟然只是为了送请帖，呵呵，这怕是来示威的吧？老大，这鸡眼什么意思？特么的，他说组建联盟就组建联盟，我们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凭什么去跟他混？一旦加入这种联盟，我们必定受到约束，对咱们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谁不知道这个理？可现在他在整个东江市就是一手遮天的霸王，你觉得我敢拒绝他吗？他这次敢派一队护卫军过来示威，下回就敢派一个师过来灭了我们。你想试试三大船帮的下场吗？啊，这现在全是各大势力的人马加起来，只怕都不够他杀的，我们确实还没资格拒绝。准备一下，明天去神州避难所开会。与此同时，东山社内严苛的脸色也相当难看。社长，你说这季燕是不是野心太大了？好好的组建什么联盟，他不是想控制各大势力吧？不，他是冲我来的。我还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发起反击呢，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。看来他已经怀疑上我们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办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一丝破绽，他根本找不到证据来怀疑我们啊。有时候做事是不需要证据的。季燕是个人精啊，他肯定已经嗅到了我的味道，然后才萌生出了组建联盟的想法，就是为了要拿捏我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加入不就行了吗？难道他还能强迫我们加入不成？我们躲在东山隧道里过咱们的小日子，慢慢发展起来，他也奈何不了我们。你太天真了，人家已经出招，你以为想躲就能躲得过去的？你要是不加入联盟，到时候他隔三差五指使联盟的小势力来招惹你，你不反抗他就削弱你的实力，你反抗他就举起联盟大旗镇压你，你说恶心不恶心？那我们加入呢？加入也麻烦，一旦加入联盟，咱们名义上就归他统属，到时候他让你打哪里，你就得打哪里，白白消耗咱们的实力，照样玩到你崩溃。这怎么也不行，特么的，聪明人的玩法就是不一样，惹不起啊！准备一下，明天去会他，这还是个有趣的对手呢，我喜欢。就在请帖发出去的第二天一早，基地外面便热闹纷呈，激动万分的幸存者以及不太起眼的各大势陆续赶赴。此时基地外不光搭建了遮阳棚，还准备了大量的物资，凡是来到此地的幸存者全部管吃管喝。这波拉拢人心的操作，确实让许多幸存者激动不已。而此时带着车队杀过来的各个大佬们，脸色却不太好看。各位都已经早来了，幸会幸会啊！各位老哥的气色可比以前好多了，最近小日子过得不错吧？哼，不错个屁！老子昨晚一夜没睡，肝都要气炸了。我好好的过我的小日子，凭什么过来组建联盟，净瞎扯？可不是，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。苏老哥，你是季燕的未来老丈人，心里肯定开心坏了吧？喂，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没看到人家陆天陆老大在这呢吗？人家现在可是燕爷手底下第一马仔，掌管着东江河道上的一切事务呢，你们就不怕他去告状？陆天不想说什么也懒得搭理他们。而就在此时，我带着青龙等人迎了出来。由于大多都是老熟人，稍作寒暄几句，气氛便热络起来。而面对陆天和严苛，我却给予了特殊对待。各位，这两位可是我们东江市的年轻俊杰啊！陆天即将成为东江河道上的第一霸主，势力相当不俗。严苛老弟更加不简单，占据着东山高速隧道，手底下7、8万人，2、3万条枪，丝毫不比在场任何一个人差呀。我们东江市的未来还得靠这些年轻人，以后大家多多扶持，多多关照他们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尼玛，你这是夸我吗？你这是给我挖了个巨坑啊！谁都知道现在陆天是你基业的人，你故意将我和陆天摆在一起，分明是想让别人误会啊！果然不出所料，严苛瞬间成了焦点。先前许多人还不知道东江市有这么一回事，此时个个都为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实力的严苛而感到震惊不已。再加上我的态度，也让大家浮想联翩。难道这个叫严苛的年轻人与陆天一样，都是季燕隐藏在外，暗中收服的势力吗？厉害呀，年轻人，真让人钦佩呀！严苛是吧？我还不知道东江市还有这等人物呢，今天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。燕爷放心，以后我们会好好关照他们的。陈卫国等人虽然表面寒暄着，但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戒备显然表明，他们已经把严苛当成是我的人，并且从心底对他产生了抵触。这也让严苛郁闷的想吐血。我尼玛，季燕这是摆明了在坑我呀！可我却无从解释，总不能逢人就说自己和季燕没关系吧？这也没人信啊！季燕果然有两下子，季先生厉害，在下佩服。别急，以后还有你佩服的地方。听到我的话，严苛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。但也正因如此，让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。这个胆大包天、野心勃勃、躲在背地里搞事情的人，就是看似人畜无害却犀利毒辣的严苛。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多少怒意，
既然知道了对手是谁，那么接下来好好玩就是了。基地会议室内，上百个大小势力的代表齐聚一堂。各位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莅临神州避难所。自从灾难爆发以来的几个月，我们全人类遭到了无数次的灭顶之灾，大家的亲人朋友都或多或少牺牲在了这场末世天灾之中。就在我煽情的侃侃而谈之时，不少小势力代表们对此颇有感触，个个面露沉痛，而陈卫国等人则是一脸的不屑。随后我便直接开门见山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提议诸位联合起来，组建东江市攻守联盟。这个联盟不会有太大的束缚性质，只是让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进行有计划的清除丧尸，打击丧尸母巢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打击某些欺负弱小势力、故意打压他人的恶劣行径，为全市幸存者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。大家赞同吗？赞同，赞同，赞同！小势力代表们全都举手附和，只有陈卫国等人脸色难看，个个不敢吭声。我也赞同。随着陆天的举手表态，苏天全也咬着牙选择了赞同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严苛竟也举手表示赞同。看来这个家伙确实聪明，知道自己已经被我识破，会遭到我的报复。只有同意组建联盟，才能借助联盟的规矩保护自己。此时，随着严苛的表态，陈卫国等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却依旧不吭声。各位好像有不同的意见。废话，老子当然有意见。老子凭什么要组建联盟？哎呀，季老弟说笑了，我们哪有什么不同意见，我们其实很赞同的。只不过组建联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咱们应该多开会讨论讨论啊。是啊，具体的细节必须考虑清楚才行，否则仓促间容易出现漏洞，对大家也不太好。对，我们再好好的考虑考虑，认真研究研究再说。也对，正好前2天有贼人伏击了我一个连队的士兵，幕后黑手到现在还没查清楚呢。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那我们组建联盟的事就延后再谈，我也好抽出时间多调查调查，也好帮我的人报仇。他奶奶的，感动我的人，老子不收拾了他们，以后还怎么在东江市混？我故作暴怒的拍桌子，让众人惊吓不已，而陈卫国等人却在心底暗骂：王八蛋，这是在威胁大家呀！摆明了今天要是不答应成立联盟，就要掀桌子，谁能遭得住他的报复啊？季老弟息怒，您可是咱们东江市首屈一指的大人物，目光应该放在更长远、更重要的事情上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倒是觉得组建联盟非常迫切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这个联盟必须建，而且现在就要建，谁拦着我，我跟他急。就是维持正义、团结一致，是我们全人类应该有的觉悟。再大的困难，大家都应该克服，必须组建联盟。此时，陈卫国这些老狐狸立场的改变，让众人憋笑不已。见时机已到，我便立即宣布：好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我现在宣布，即日起，东江市攻守联盟正式成立。既然攻守联盟已经成立，那么作为联盟的发起者，我就说说我的看法，大家可以参考参考。我们的联盟日常管理可以设立盟主1位，副盟主3位，平时的小事可以由盟主直接管理，一旦遇到大事无法决断，或者大家不满意盟主的命令时，可以由3大副盟主驳回命令。诸位觉得如何？众人听到我的话，全都呆愣起来。本以为我要开始搞一言堂了，并且看在打不过我的份上，也都准备捏着鼻子认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搞主副盟主模式，而且3大副盟主还可以驳回盟主的命令。这么看来，心里舒服多了。这个提议好，那盟主之位必须是季先生做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对，我举双手同意。谁不答应，我就跟谁急。见此情形，我也不跟他们客气。既然诸位如此厚爱，在下当这个盟主也就罢了。但至于3位副盟主嘛，我建议大家投票选择，每个人选取1名候选人，票数最多的3人当选，如何？对我的提议，大家都表示赞同。紧接着，大屏幕上便出现了一张投票列表。我提名东山社严科社长当选副盟主。特么的，这狗东西肯定是季燕的人。就是，难怪会选他。妈的，别给我抓住把柄，不然老子捏死这种狗腿子！此时，陈卫国等人心底骂骂咧咧，对严苛充满敌意。而此时，严苛却满脸懵逼。再聪明的他也想不到，我会提名他当副盟主。这家伙疯了吗？要不是我知道自己得罪了他，还真相信他要重用我。这家伙行事作风真是妖孽的很，让人难以琢磨。盟主，我年轻经验不足，这个副盟主的职位还是留给其他人担任吧。不，每个人都有选举提名的权利。我就看中你了，选贤不避亲嘛，你就不必谦虚了。不错，既然盟主选了严苛，那我们也选他。对，我也选严苛。我选陆寨坤叔。我选林氏山会林中天。随着众人的投票，很快3大副盟主的人选就出来了。意料之中，既然3位副盟主都已经定下，那么我们就聊聊管理细节。目前联盟初创，不宜制定太过复杂严厉的规章制度。我建议只立3条规矩：第一，联盟成员之间不得私自大规模内斗；第二，联盟成员之间不得抢劫侵占他人财物；第三，不得勾结任何外地势力。大家觉得如何？还以为这家伙会制定各种规矩，强迫性的束缚大家呢，没想到他定的规矩竟然这么简单。这几乎对大家没什么束缚力，也没有什么限制。难道这家伙真的没有包藏祸心？众人听到我的3条规定后，再次感到意外，并且快速同意。而接下来，众人在听到我对于联盟的未来发展计划时，更是兴奋不已。为了更好的灭杀丧尸和对抗外来侵略势力，
我将会在神州避难所3大基地之外建造一处庞大的联盟聚集地，让众多小势力与散人幸存者们可以在聚集地内获得庇护休养。同时，凡是联盟的成员在本基地兑换基因强化药液将优惠至9折，其他物资将优惠至8折。本基地将倾力保障大家的后勤，让诸位再无后顾之忧。我的一番话让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去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今天这趟没白来啊！多谢盟主。盟主霸气，我们大家有福了，吾等感激不尽啊！有了盟主的支持，我们这下就更有底气了。随着会议的结束，我也开始筹划建立联盟聚集地的事宜。为了更好地保障聚集地的正常施工，不受丧尸侵扰，应李铁柱和陈建宏的建议，继续在基地扩招装甲军团到6万人，并且一分为2。李铁柱和刘荣生分别担任2个军团的负责人，安全治安工作由2个军轮流派人负责。随着一系列问题的解决，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：谁来负责规划和监督管理聚集地的施工呢？而就在我苦于负责人的人选时，苏瑶的到来帮了我一个大忙。瑶瑶姐，哇，青青，好久不见，你又漂亮了呢。季燕，听说你们组建了攻守联盟，所以我特意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哦，苏瑶，你大学学的是什么来着？管理专业啊，所以我才过来帮忙的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是这样，我准备在这里建造一个大型的聚集地，你觉得这个聚集地该怎么建？这里背靠东江公园，而且右边又是东江河，因此左边修建成工厂区域，右边修建成生活区域会好一点。分给小势力自建的区域可以密集一些，这样可以限制小势力在聚集地内的发展。苏瑶的侃侃而谈，完全说出了我的想法。建造聚集地的目的是想吸引散人幸存者和那些小势力。一旦聚集地建起来，我的势力必定能得到极大的扩充，到时候手握几10万的军事武装，足以灭视任何大势力。而苏瑶也看透了这一点，此次他主动过来帮忙，不只是因为对我有好感，对他爸苏天全日后也有好处。不错，想法很好，以后这个聚集地的建造工程就由你来负责了，建成后的管理委员会也由你来当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搞好这里的。有什么不懂的就问青青，需要什么资料找人工智能。你这就当甩手掌柜了。我只是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哈哈，看来某人要倒霉了。很快，由于对高楼大厦的爆破发出了巨大声响，因此引来了不少丧尸。与此同时，清剿幕后黑手的计划也正式拉开帷幕。各大势力都出动了吗？各大势力接到命令后，正在迅速抵达作战区域，很快就可以投入战斗。此次作战是组建联盟的第1次联合作战，并且打着为全市人民清除丧尸威胁的旗号，因此各大势力相当全都出动兵力加入战斗。此时的各个街道都有激烈，其中装甲军团的火力最猛，因吸引丧尸一系数不清的丧尸疯狂的扑过，这种丧尸舔食者更是无趣不起，因此被我安排在装甲军团附近的严苛，此时正压日山大，即便他此次带来了上万人，外加1000多名基因战士，也是死伤惨重。社长，不行啊！这么打下去，我们的人非得死光了不可。平时猎杀丧尸也没这么凶啊，姓季的这是搞什么鬼？难道想坑死我们吗？好帅了，不该这么轻易去招惹的。本以为我可以轻松的在幕后操控一切，可惜季燕不简单啊！看来他已经视我为生死大敌了，这是要明目张胆的除掉我吧？他故意搞了这么个联盟，又故意让我当副盟主，一步步的铺垫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此时如果我们胆敢退却的话，他分分钟可以有借口灭了我们，这是妥妥的阳谋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大智若妖的严苛人有天大的本事，此时已是郁闷万分，一时半会也想不出解决方案，只能继续打。能怎么办？打吧，通知下去，让大家不要省弹药，有多少给我打多少，狠狠的打。是，兄弟们，给我打！社长有令，表现好的重重有赏。此时东山社的士兵们继续疯狂地开火，可也只是勉强抵挡丧尸的攻击，并且每时每刻海量弹药的消耗以及人员的伤亡，也让严苛头痛不已。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我们不会垮的。此时的严苛面对我的阳谋，也没了施展聪明才智的空间，只能亲眼目睹自己的人马不断损伤，却还咬牙坚持着，能早点结束今天的大战才好啊！此时的惨叫声、枪炮声不绝于耳，丧尸大军仿佛杀之不尽，不断冲杀过来。社长，挡不住了，兄弟们挡了1个多小时，现在已经死伤700-800人，弹药也消耗了一半，再这么打下去，我们会全部死在这里的。按理说，丧尸不可能这么多的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引丧尸过来，我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。姓季的这是想借丧尸之手灭了我们啊！咱们撤吧。撤啊！呵呵，撤个屁呀！你敢走基燕，就敢下令追杀你。联盟第1次军事行动，你敢当逃兵？基燕分分钟就光明正大灭了你，对外还得宣称自己大义灭亲，你说气不气？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白白打光了啊！我现在就去找他，看看有没有办法破局。你尽量拖延时间，同时做好准备，随时执行 B 计划。是。此时我正在可以瞭望市中心的一个高地上，陈卫国等几10个势力首领早已聚集到此。大家正在谈笑风生地观察着战场，说话间，严苛也抵达了这里。沃尼玛，我特么的都快抵挡不住了，这些家伙却在谈笑风生。哎呦，严副盟主来了，来，欢迎啊！我瞥了一眼，也热情相迎过来。
老严，你哪里打得不错，我很欣慰，好样的。呵呵，盟主，我们东山社是不是可以换个作战区域，正面抵抗丧尸的冲击？我们实在是扛不住啊！也许盟主不知，我们东山社的武器弹药十分缺乏，很多都是手工制成的土枪猎枪，对付一小波的丧尸还行，真要打这种大规模的战斗，还是很欠缺的。现在我们弹药已经消耗过半，人手也是损失惨重，再打下去的话可不行啊！面对严苛的凄惨言辞，众人全都疑惑地看向东山社的防区，大量的士兵赶到血泊之中，舔食者已颠覆了本性。陈卫国等人见状也都惊恐不已。由于各大势力面对的丧尸并不多，因此大家可以在这里谈笑风生。可谁都没想到，众人看作是我心腹的严苛，竟然遭受了这么大的冲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季燕与严苛有仇？又或者说是他作为盟主，自觉承担这么大的压力？老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这次清剿之战对我们压制丧尸母巢的扩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全联盟每一个势力都要参与其中，并且奉献自己的光和热。战场上刀枪不长眼，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困难，总不能谁困难就不打了吧？你承受的压力是压力，其他人承受的难道不是压力吗？你看装甲军团不也是在血战？我们作为联盟高层，难道不该身先士卒？我知道你很难，但是再难也得扛住，明白吗？此时严苛气得想要吐血。我为了你可是下了血本的，就凭你这点实力，也想在背后搞我？你拿什么跟我比？通过我的一番慷慨言辞，众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盟主大义啊！没想到盟主竟然如此深明事理，我的佩服。是啊，本以为季老弟会让我们打头阵，没想到你自己人反而冲在最前面，老哥佩服。盟主为了我们如此拼命，大家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继续打呀！不错，我们全听盟主的，今日跟丧尸血战到底。大家无需如此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老严，你不是缺少弹药吗？我马上派人送点过去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撑住，傍晚就能撤出战场了。什么？傍晚？沃尼玛，坚持1个多小时都难，坚持到傍晚东山社还能活吗？你这是要逼我去死啊！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严苛也只好无奈的回阵，准备执行 B 计。社长怎么样？姓季的什么反应？答应我们撤离了吗？我们的人死伤太多了，再打下去不出2个小时就会全灭在这里的。答应个屁！这个狗东西分明是想整死我们呢！他不仅不允许我们退出战场，还许诺送来武器弹药，让我们坚守到傍晚。傍晚？呵么的！社长，季燕送枪支弹药可不是什么好事，这是逼着我们死斗到底啊！执行 B 计划吧。这次 A 计划的失败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我太小看季燕了，结果被他找到机会就疯狂报复，以至于我们这么久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，对不起。社长你别这么说，都是姓季的仗势欺人，我们这么多兄弟的死都是他造成的，这股血海深仇我们绝对不会忘的。哼，没错，一时的失利并不代表什么，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王者，我们还有机会翻盘的，执行吧。是。徐文东继续指挥战斗，而我派人送给东山社的枪支弹药也很快送。这些弹药补给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。东江市第一人果然厉害，是我小瞧了你，有这个结果也是应有之义。不过我不会这么容易死的。社长，我们走吧。随即严苛瞥了一眼战场，便带着一队人马撤了。而徐文东也带领着剩下的人继续战斗，因为他知道严苛要想全身而退，必须要付出足够的代价，因此剩下的这些人便全成了炮灰。兄弟们都给我挡住，任何人不许后退，继续给我打！战斗又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这次东山社是真的扛不住了。东山社负责的其他街道负责人跑来询问徐文东：“老徐，我们连队死伤过半了，社长呢？”“是啊，咱们什么时候撤？再打下去就全打光了。”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一直拼命？我们难道就不能撤走吗？再打下去，我们的人就要打光了。”面对众人的质问，徐文东面无表情的命人抬出了一具尸体。这具尸体貌似严苛，穿着跟严苛一样的衣服，身材也十分相似，但头部却已经被舔食者咬得面目全非。若是外人一看，基本会认定这就是严苛。而在场的东山社一众负责人看后，却明白了其中的意思。这是 B 计划。现在情况这么麻烦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给我继续打，严格执行 B 计划。你们难道想背叛社长吗？谁敢乱来，不要怪老子不讲情面。众人无奈的只好回到阵地继续战斗。眼看东山社死伤过半后，徐文东开始下达命令：丢燃烧弹，全部丢出去，然后撤退，快！随着燃烧弹丢入战场，丧尸的攻势高爆。徐文东留下一拨人断后，便带着其他人直奔我所在的位置撤退而来。报告指挥官 ，K3 区域东山社防线全面溃败，他们人员损失惨重，弹药耗尽，请求退后休整。听到汇报，我与众人纷纷查看东山社作战区域，真惨啊！幸好季燕让东山社去挡枪，否则大家都得完蛋。传令，装甲第2军抽调2个团，东江船帮抽调1个团，补住缺口，绝不能让丧尸蔓延开来。是。就在我观战之时，徐文东带着一队人马逃窜而来。盟主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社长死得好惨啊！你们别拦着我们的兄弟死了多少？盟主呢？我们要见盟主。让他们上来。很快，徐文东带着几个负责人，抬着貌似严苛尸体的担架便上来了。
这是严科，他怎么死了？打得这么惨吗？不会吧？一个大势力掌舵人就这么死了？这家伙真是够拼的呀！为了这场清剿大战，连自己的心腹都搭上去了，佩服啊！此时众人除了惊讶，对我的态度也肃然起敬起来，而我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严科竟然死了？不会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盟主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东山社这次打得好惨啊！1万多人出征，打到弹尽粮绝，就连我们社长也遭到舔食者扑杀，我们拼死才把他的尸体抢回来。我们社长之前一直说坚定地跟着盟主走，您的命令就是我们东山社的圣旨。我们这么拼命，以后东山社的几万人该怎么办？您可不能不管我们啊！这家伙看似悲痛万分，但说话的思维逻辑却十分清晰，不仅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还着重突出了东山社的凄惨。此时众人听后也是满脸唏嘘，而我却暗自发笑。这家伙不这么说我还不敢肯定，他不仅道德绑架我，还故意承认东山社是我的势力，硬要与我拉上关系。严苛怎是敢于屈居于人下之辈？严苛没死，对吧？盟主，你说什么呢？您是伤心的出现幻觉了吗？社长的尸体就在这啊，您看看呀。这次死了这么多人，我们东山社以后的日子可就惨了啊！盟主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呵呵，严苛有点意思啊，你我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本想随手就将你灭了，没想到你玩了一出金蝉脱壳的把戏，是我大意了。没想到你小子如此难缠，接下来你肯定要躲在暗地里搞风搞雨了，真是个有趣的对手。呵，你叫徐文东是吧？你放心，东山社是我的下属势力，我绝对不会不管的。以后你就是社长，过段时间我会把东山社的全体人员迁到聚集地来，保管你们都有好日子过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套路？不是拉拉关系卖惨，道德绑架一番，季燕就不好对我们东山社下手，甚至还要捏着鼻子扶持我们吗？现在他竟然要把整个东山社迁到联盟聚集地，这不是要把我们彻底接收吗？盟主，这不妥吧？东山社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好几万人建造起来的家园不能说搬就搬啊，而且这么多物资，这么多器械，搬起来多麻烦啊！没事，你们所在东山高速上算怎么回事？隧道虽然可以当做临时避难所，可要长期居住怎么能行？很容易漏水塌方的。东山社既是我的下属势力，严苛又是因为我而死，甚至几千条人命都是替我们联盟丢的。这个事情我管定了，你放心，回去我就着手准备给你们搬迁，我保证把你们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我一番情真意切的担保，再次让众人感慨连连。盟主说得好啊，他们流血又流汗，我们绝不能再让他们流泪。对，东山社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，一定要好好的安置补偿的。放心吧，咱们盟主说话算数，肯定不会不管你们的。此时东山社的徐文东等人全都傻了眼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严苛金蝉脱壳，季燕马上釜底抽薪，两人的隔空过招，真打的是你来我往啊！你们先下去吧，东山社的人全部回去休整，过后我会安排你们的。是。徐文东现在已经是东山社名义上的社长，只能无奈的答应着。各位继续推进吧，傍晚前结束这场清剿大战，务必将丧尸大军压制在市中心方圆30里区域内，只有这样，等到下一次丧尸风暴来临时，我们才能更好的应对。明白。在全市各大势力联合起来的攻击下，丧尸大军很快得到了压制。随后我便返回基地召开了会议，并且当众人听闻严苛的事情后，也全都一脸的懵逼。情况现在已经很明了了，今天的清剿大战已经初步达成了我们的战略目标，一来收拾打击了东山社，二来压制了丧尸的活动范围，对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帮助。随后我对众人分配了任务，当大家听到我要将东山社全部搬到聚集地时，众人再次懵逼。老大，严苛还没死，并且这家伙很会收买人心，各种心腹手下多不胜数，让他们到这里来不好吧？季燕，难道你不怕他们之中隐藏着许多严苛的人？而且你屡次打压他们，不少人只怕对你没什么好感，一旦吸纳进来，对你也是一颗定时炸弹啊！他们翻不起什么大浪的，末世之中，大部分人还不是为了一口吃的而活着，而且这些人我是不会吸收到基地里来的。解决掉他们的骨干成员后，就把他们分散划分到聚集地里居住，到时候生活越过越好，他们很快就会把东山社忘得一干二净的。我的一番解释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而且搬迁东山社最主要的是为了逼出这家伙。虽然我不在乎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对手，可是再小的敌人也是敌人，我必须得把他逼出来。而就在聚集地施工之时，我筹备的抓老鼠计划也开始正式实施。训练场内，团长赵腾正在巡视训练情况，一个中年男人笑着走了过来。哎，老赵，忙着呢。是老吴啊，可有日子没见你了啊，你这是跑哪去了？我可不就瞎忙吗？走，抽根烟去。随即两人便笑呵呵地走到一旁，看似在闲聊，而暗地里他们却在进行着秘密的交谈。情况不妙啊，姓季的要对咱们社里的高层下手。什么？现在谁都知道东山社为他牺牲很大，他敢做这种过河拆桥的事情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想吞掉整个东山社，过几天就会着手让几万人搬迁过来，一不小心在搬迁的过程中遇到丧尸袭击，东山社高层全部阵亡也不稀奇啊。社长的假死脱身，就是想暗中用心腹控制东山社。季燕这么搞的话，
到时候谁来帮着掌控东山社呢？消息确切吗？如果确切的话，我们必须马上通知社长。消息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最近装甲军团要扩招，季彦刚签署了一份文件，文件内容是：两人正是东山社安插在基地的眼线，表面是上下级关系，手底下还有几个级别较低的下属。我去下发文件的时候，刚好听到师部的一些高层在议论，要制定一份名单，把东山社高层一网打尽。过后，我也在各方面打听了一下，消息已经证实，季彦随时准备对东山社动手。这份名单由谁拟定？目前有没有可能拿到这份名单？名单由天网情报中心拟定，而且这种机密重地，我们根本不能靠近，只能等过几天名单下放到军部时，再想办法拿到手。目前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先通知社长。好，启动秘密渠道，把这个情报通知社长。随后，吴军迅速与基地内的一个年轻女孩接头，把一支黑色钢笔交给了她。女孩随即离开基地，来到东江河畔，将钢笔放置在一处不起眼的栏杆下。至此，他们的整个情报传递完毕，而这一切也全都在情报中心的秘密监控之中。他传递的情报几分钟后被一艘小渔船上的人取走了。这伙人就是东山社潜伏在我们内部的老鼠，并且上次造谣攻击李铁柱的就是他们。目前他们已经上钩，把消息传给了严科。我们要不要对他们实施抓捕？现在抓捕的话，能不能保证消息不泄露？没问题，我们会给他们安排各种外出任务后，秘密实施抓捕，绝对不会泄露一丁点的消息。他们这个团队的对外联系方式是固定的，掐断了大部分人的情况下，哪怕有其他人遗漏，我们也可以控制住局势。那就立刻抓捕，然后秘密审讯，1个小时后我要知道结果。很快，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，东山社潜伏的7人全部被抓，赵腾、吴军等人被分开关押在审讯室内。你特么什么人啊？敢抓老子？我是神州避难所装甲一军3团团长，你特么的不要命了是吧？别跟我废话，也别装傻充愣。今天早上你们发布情报的时候就已经被盯上了，全部人员都已经被抓。我们就是燕野手下的天网情报中心，你给我装什么装？你胡说八道！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别他妈诬陷我！我要见燕野，我要见李军长。还装呢？你的抓捕令就是燕爷和李军长签署的，要不要我拿给你看看？哼，你还有31分钟可以装，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，不然的话，我怕你等下哭都来不及。陈建宏的话已然击溃了赵腾的侥幸心理，但他仍旧不吐露半个字，而陈建宏也不想跟他多说废话。你以为不说话就能保护其他人吗？别做梦了！你每多跟我杠1分钟，清剿东山社的名单上我就会多加一批人。你越是沉默，使的人越多。你这个恶魔！我的生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让我背叛社长是不可能的，他对我有活命之恩，凭什么牵连到其他人？凭什么？就凭他自不量力，凭他敢招惹神州避难所，他对你有活命之恩，可他为了自己活命屁颠的跑了，留下你们这些傻叉在这里顶罪。你觉得用几万条命换严苛1条命很划算吗？哪怕牺牲你女儿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是吗？此时赵腾的眼神已经由仇恨转为惊慌。不什么不？你以为严苛狼狈逃窜东躲西藏的时候会带着你女儿吗？做梦吧！他只关心自己的小命，才不在乎你女儿是死是活。面对陈建宏等人的一番威逼利诱，赵腾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可我说，据他们交代，东山社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一共有12人，这次抓了7个，还有5个也已经顺利抓捕。他们潜伏进来以后一直没有启用，唯一一次启用就是上次造谣诬陷李铁柱之事。严苛的踪迹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据赵腾交代，严苛做事非常小心，在郊区暗藏了多处藏身点，他知道的2处已经交代，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按照原计划执行吧。7天后迁徙东山社的全部人员，到时候他会出现的。不过我猜他会提前让徐文东等人逃离。你通知青龙，派一个护卫军连队去东山潜伏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北郊一栋废弃地下室内，严苛看完刚刚传递过来的情报，脸色极其难看。没想到季彦这么无耻，竟然要迁徙东山社，还要灭了全部高层，这是要断我的根啊！社长，现在怎么办？据说联盟聚集地全是分割成小块的居所，到时候我们的人全都会被打散，而且现在副社长他们也非常危险，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呀。别慌，东山社我绝不会放弃，就算要放弃，徐文东这些高层还有那1-2千基因战士也必须带走，不然我真就成了光杆司令，也不可能东山再起。可是这次怕是要凶多吉少了。难道社长想放弃他们？不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哪怕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救的。你通知老徐，在明天夜晚带上全部基因战士分散逃离东山，去6号据点集合。其他信得过的人，让他们继续在社团内潜伏下来，彻底融入平民当中。一旦基彦露出破绽，我立马就可以一呼百应，给他致命一击。是，社长英明。呵，我要是英明，就不会被逼得这么惨了。小林，你搞得怎么样？还差得远呢。季彦手中的人工智能、计算能力与监控能力非常强大，凡是有网络的地方，他都能盯上。因此，为了避开他的搜捕，我必须得非常小心，搜集情报也困难了不少。
此人名叫林涛，是东山社的电脑高手。此时他正在执行严苛新的阴谋。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季燕，现在整个东江市都没有你的对手，那我只有借力打力了。你拥有那么多的资源，还有让人眼馋的基因强化药液，只要将这些资料传播出去，就会引来更多外面的势力，到时候我才能逆风翻盘啊！你继续执行搜集任务，不过从明天开始，你要带着几个人离开这里隐藏起来，万一这次我出了事，你就把这计划执行下去，明白吗？是，我明白。夜晚，东山高速隧道外，徐文东带领着东山社的高层以及上千名基因战士潜伏在隧道外，准备逃离。老徐，咱们真的要撤吗？这么多人都不带走吗？是啊，咱们好不容易打下了这么大的家业，难道就这么拱手让人吗？就算要撤，也得把人和物资还有金河全部带走吧？难道让我们这么多人四处流浪，喝西北风吗？这是社长的命令，抛弃了也就抛弃了。俗话说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都别特么废话。季燕心狠手辣，想死的可以留下，不想死的跟我走。大家分散离开，只要缓过这次，社长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众人无奈之下，只能分散离去。很快，1000多人便窜入山林，不见踪影。而此时，山林里隐藏的100多名护卫军士兵也快速现身，他们每一个都是1等1的追踪高手。分散追击。随着青龙命令的下达，士兵们迅速分散追击。凌晨时分，徐文东等人抵达郊区一处废弃的果园。就在众人松口气的时候，护卫军早已锁定了这里，并且青龙在接到信号后，也快速带着大军包围了这里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有敌人！快跑，我们暴露了！徐文东等人发觉不对劲后，吓得四下逃窜，准备分散突围出去。而护卫军已经疯狂开火，凶猛的枪声从各处袭来。完了，人完了！有炮弹，快躲开！在一波又一波的炮火袭击下，哪怕是基因强者也扛不住，数不清的人已经倒下。炮火停止，立刻杀进去，一个不留！喊杀声、枪声、喊叫声混成。10几分钟后，1000多人全部被消灭，而随即电脑传来亚当的声音：目标已经锁定，你所在的坐标附近有3个信号源，分别从3个不同的方向撤走，随后又汇聚到一个地方，该位置距离 6.3 公里，周围300米范围内处于信号真空区域，检测到有信号屏蔽装置。3个目标在进入该地区后，信号已经消失。刚才果然有人盯梢这里，严苛做事够谨慎的，还布置了屏蔽装置，难怪一直找不到他。可惜啊，你派出来盯梢的这3个人身上的手机忘记关了，立刻打扫战场，不留活口。5分钟后全军出发，我们去抓个大老鼠。此时3名外出盯梢人员站在严苛面前，表情非常的气愤。社长、副社长他们完了，1000多人刚刚赶到果园没多久，就被大军包围了。我们走的时候还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，这显然是炮击啊！一轮炮火下去，果园内根本无处藏身，副社长他们可能早已经牺牲了。该死的季燕，他疯了吗？为什么这么针对我们？社长，这个仇我们不能不报啊！这是季燕的报复啊！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早知道这家伙这么难缠，还搞个屁的事情啊！你们走吧。走？为什么要走？社长，这里非常安全啊，我们去哪？是啊，现在外边全是季燕的人，出去不安全呢。走吧，再不走你们全都会死的。季燕这人做事滴水不漏，徐文东他们就是他留下来牵制我的把柄。现在他悍然出手灭了徐文东等人，就代表他已经找到了我们，所以赶紧走，再不走真的会死的。啊，社长，既然要撤的话，现在就走吧，我们收拾一下，马上离开。不，你们走，我不走，逃不掉的。这次是我栽了，没想到招惹了这么个恐怖的对手，只有我死了，季燕才会停止追杀的，否则我们谁都走不了。社长，你别这么说，一起走吧。是啊，社长，跟我们走吧。就在众人焦急的劝说时，四面八方已经被护卫军包围。严社长，出来吧！听到青龙的喊话，严苛等人既惊恐又绝望。真的来了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走吧，该上路了。是我对不起兄弟们。社长，别这么说，我们杀出去。对，兄弟们都是基因战士，怕个毛啊！抄家伙，跟我杀出去！说话间，众人迅速拿着枪就往外冲，但他们刚冒头就被护卫军疯狂，同时还有高爆手雷不断的丢过来。本来严苛脱身时身边就没有多少，因此在一连串的爆炸和射击后，就只剩严苛一个人。他面无表情的走了出来。严社长，这回你怕是不能假死了吧？成王败寇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给季盟主带句话，我严苛认栽。不过我死后，他也别想好过。呵呵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开枪！一阵枪声过后，严苛这次是真的死了。这个还未成长起来的枭雄就此灭亡。搜查地下室，找寻有价值的情报，清理战场，不留一个活口。随着青龙下达着命令，护卫军开始清理战场。而与此同时，几公里外的另一处东山社据点内，林涛也接到了严苛已死的消息，但他没有感到意外，也没有任何情绪变化，而是继续默默地敲击着电脑键盘。因为此时林涛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完成严苛的最后一个命令，搜集神州避难所的全部资料，整理好后，通过侵入卫星信号的模式，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周边省市的人。一阵操作之后，他成功的侵入了卫星信号源，获得了控制权限，随即便把全部资料发送了进去。社长，幸不辱命。随即林涛拿起手枪，一切尘埃落定。
会议室内，基地的高层汇报着各自的任务进度。好了，介绍完目前的各项情况，我有一件不太好的事情要跟大家说。亚当，你来介绍。是，各位，严苛临死之前反戈一击，用一个非常缺德的方式，给我们引来了巨大的麻烦。大家请看，这是严苛手下搜集我们神州避难所的情况，编辑成资料的形式，向各大沿海省市发布的文件。这样的后果就是东江市成为一个香饽饽，必定会引得无数人扑杀过来。